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灰原专享的周末漫谈。因为今天东西比较多，所以说我们闲言少叙，直接进入缠论原文的一个段落分享。来看一下，今天选的是教你炒股票第102课。再说走势必完美，这是禅师在2008年3月6号的一篇禅文。那么说到走势必完美，其实禅师是从第17课开始，其实这个禅论一共是108课，那么从第17课开始才是进入跟禅论相关的一些内容。第17课之前，相关度并不高，但是也是禅师的理论的一个体现，一个思想的体现。所以说，他的第1课到第16课的话，并不是说没有用，你去学完整个课程之后，你再去慢慢细读前16课的话，也会有很多有用的东西，不是说一点用没有。但是是从第17课开始，才是跟禅论这个理论相关的。那么什么是走势必完美呢？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从第17课截取的这个禅中说禅技术分析原理基本原理1，对吧？这个走势必完美是基本原理1。任何级别的任何走势类型终要完成。后面一句话，一句更简练的话，就是走势终完美。什么是走势终完美？其实它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关键的点，我们说一下它几个关键点，一个是级别，一个是走势类型，一个是完成，对吧？这三个是这句话里面的关键点。如果说你没有通读下来的时候，通读下来之后，或者说你没有多年的一个学禅论的一个累积的话，你是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的。而且这三个点非常重要，任何的操作，任何的讨论都不能脱离级别。很多人，比如说一些波动非常大的股票，很多人一些散户去跟风买一些波动很大的股票，他买进去可能是亏钱，别人买进去可能是赚钱的。你可能是很诧异，为什么我一买就亏，别人买反而是赚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们所用的级别是不同的，他可能就是玩了一个 day trade，对吧？就是一个非常短线的1分钟、5分钟一个操作，人家完事儿，哎，赚钱了就不玩了。你可能是，哎呀，买了之后还想着可能要涨个10倍、20倍，对吧？所以说你的想的区间可能周期非常大，但人家可能就做了一个日内的，最后下来我们操作的是同一只股票、同一个标的，我赚钱你亏钱，所以这个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我们俩用的周期不同。所以说，脱离周期讨论交易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人家巴菲特的周期都是季线、年线的图形，你的交易周期就是日线或者日线以下的，你跟他能讨论吗？讨论不了的。很多人老是觉得，看不上巴菲特的这个交易方式，但是他的资金量、交易级别、这个交易周期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你的那个资金量。你的资金量越大，你是不可能用小周期去交易的呀。你买不到你想要的那些股票，然后小的周期也承受不了你这么大的一个仓位。比如说你想卖，没有人接盘；你想买，没有那么多人卖。所以说你只能用大周期，慢慢的吃进，慢慢的那个卖出。为什么巴菲特现在这个持有的现金额度这么高？他只有在上涨的时候卖出，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卖出。比如说你看苹果，他不可能说是苹果下跌的时候他去卖，那他不亏死了？他肯定是越涨越卖，大资金都是越涨越卖，然后越跌越买。所以说，大资金的一个建仓过程跟我们小资金是不可能比较的。我们那个转身快，我们的资金量小，我们可以今天买了，明天卖，随时可以进出。但是你资金量大的话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说，任何的讨论脱离了级别都没有意义。那么什么是走势类型呢？走势类型在我们缠论里面也非常关键。那么走势类型有两种，我只以上涨为例子做一下解释。那么这是一个走势类型，那么另外一种走势类型，对吧？这是两个走势类型，唯一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唯一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这是盘整走势类型，第一个是盘整走势类型，第二个是趋势走势类型，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中枢的个数。
那么有一个中枢就是盘整，两个中枢就是趋势，对吧？这是以上涨为例子，那么下跌的话是一样的。所以说，提到走势类型的话，就必须是要有中枢的。那么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这样，以浪形的模式，这个也是一个趋势。为什么说它也是个趋势呢？这里面也有中枢，只不过这个中枢是一个奔走中枢。所谓奔走中枢，就是我们可以结合这个波浪，对吧？这就是一个浪形，一个五浪。这是在二浪回撤，然后第三浪上升，就1、2、3之间构成了一个重合。那么这个也是中枢，在缠论里面它也是中枢，只不过它的级别，这里面就谈到级别了。那么这种以浪形模式构成的这个走势类型和以中枢构成的那个，这是一个盘整，然后这是一个趋势，它们仨的级别是相同的，后两个是完全一致。那么以浪形模式，如果说是1、2、3的话，那么第一个以浪形模式的这个走势类型，它约等于后面的约等于后面两个，因为它这种模式，它的这个结构简单，它的那个动能强，对吧？说它可能没结束，后面这个两个有可能已经结束了，那么前面这个呢是有可能没结束，它完全可以再回来，然后这里构成中枢，然后再往上走。但是如果说只是以一个浪形模式出现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级别它也是走势类型，所以说它们的级别是大约跟后面两个相同的，但是呢它可能是没有结束。在这里总结一下什么是走势类型，以上涨为例子。那么什么叫走势类型终将完成呢？这就是缠论走势必完美最重要的就是任何级别的图形上都要构成中枢，这就是它要表达的意思。任何级别上都要有中枢。我们以这个趋势为例子，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样走，其实很多人误解的是一定要有这个进入段和离开段，其实是不需要的。就是这种最简单的3笔就可以构成中枢了，它可以构成中枢了，这就完事了，这就可以结束了。其实，那么它可以从走反向，可以一个跳空缺口。这都是用虚线表达，都是跳空缺口，然后一个反弹，哎，我再来3段，又是一个，这就是2个走势类型了。然后前面这里也可以是一个我们用这个颜色画一下，就是这是一个走势类型，对吧？3笔构成一个盘整上，然后这边是一个跳空缺口往下走，然后3笔构成一个下跌走势类型，这就是2个走势类型的一个连接。所以说不需要有在缠论里面，这个进入段可以是虚线，可以是跳空缺口，然后这个离开也可以是跳空缺口。最重要的是有3段次级别的一个重合，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60分钟的，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60分钟，那么在60分钟上是3笔，那么在它的次级别，也就是在15分钟上要有3个走势类型重合，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以红颜色的，那么在红颜色这里可以是3笔，然后它下跌段可以是一个中枢，然后上涨段可以是这里有一个小中枢，然后这里有一个小中枢，然后这样。我以红颜色代表是15分钟的，对吧？然后蓝的呢是60分钟的笔，红的是15分钟的走势类型。所以说你以3个走势类型的重合区间构成了这个中枢的这个区间。所以说不需要有进入段和离开段，在本周期上是60分钟上，我所有的进入段可以是那个虚线，可以是跳空缺口，这个代表跳空缺口；离开段可以是跳空缺口。所以说不需要有进入段、离开段，什么其他的。我最重要的是构成中枢这3段必须要有。所以说这就是说这3段必须要完成，那么它就完美了。只要这3段完成之后，很多人说，那这个可不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啊？当然可以往上生长了，说明它没完成啊。它没有完成就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后面还可以继续再出现一个中枢来，对吧？所以说必须要完成。那么完成以后，我3段都完成了，它完全可以结束了，可以走反向了。
在下面再出现一个走势类型出来，所以说这个是完成之后的走势类型随时完美。那么它完美之后就可以出现另外一个走势类型，对吧？我上涨的走势类型结束了，以这个大周期，就比如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周期，我一个上涨的走势类型结束了，我可以走下跌的走势类型，然后下跌走势类型又结束了，我又可以走另外一个走势类型，它可以是任意模式构成的，它可以任意模型构成。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刚才那个跑掉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抓拐点。缠论是一个最好的抓拐点的理论。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下跌走势类型结束的时候，我们去买这个拐点，或者说在这个拐点附近，对吧？那这里最少给你3笔，甚至是一个5笔，然后它可以再下来，对吧？它可以是一个中枢，然后直接带一个小三脉直接结束，结束之后又可以买了，然后这里最起码要3笔，对吧？它也可以是一个5笔，也可以是带中枢。至于它怎么构成的话，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往大周期一看，这就是利用缠论的非同级别分解发现，它是在做一个大中枢的一个区间震荡。所以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拐点的位置进场。那么你怎么判断拐点呢？就是要降低周期，找到它的走势要完美的位置。好的，那么利用了相当多的时间，把这个跟这个走势类型必完美第17课讲的东西，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再看一下禅师在第102课讲的再说走势必完美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本 ID 的理论给出的递归函数，完美的给出市场走势一个类似计数法一样的唯一分解。也就是说，本 ID 揭示了看似毫无规律的市场走势，竟然有着和自然数有着类似的整体结构，完全超越一般的想象，这才是真正最牛的地方，对吧？这就是递归。那么我们一直说的是有2种分析方法，一种是用递归来分析，一种用那个区间套。递归能够更精确的划分走势，但是太麻烦，没必要。那么区间套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方便的一个法门。我们利用从大周期慢慢往下，利用区间套的这种方法慢慢往下看，对吧？先从大周期找一个方向。正因为本 ID 的理论揭示了看似毫无规律的市场走势有如此完美的整体规律，所以才有了其后一系列的操作可能。这才是走势必完美真正关键的地方。因此，级别在本 ID 理论中就极端关键了。为什么？因为本 ID 的递归函数是有级别的，是级别依次升大的，所以搞不明白级别，根本就不明白本 ID 理论，对吧？我们刚才在说这个基本原理1的时候，说到这个级别是非常重要的，它级别是依次升大的。你先从1分钟看。然后画笔，画线段，慢慢递归到5分钟，5分钟再用那个递归的方式慢慢递归到15分钟或30分钟，30分钟再慢慢递归到日线，日线慢慢递归到周线，这就是他用级别慢慢升大的一个方法，用递归来做到的。那么这样一个整体结构有什么厉害的结论呢？这可以推演的东西太多了，随便说一个，就是区间套方法的应用。如果市场走势没有本 ID 所揭示的整体结构，那么区间套就不会存在，也就是没有操作的意义。因此，区间套的方法就是走势完美的一个重要应用。有了区间套，买卖点的精确定位才有可能。也就是说，走势必完美的存在导致了买卖点可以精确定义。这显然是操作中最牛的一种方式了，对吧？我们刚才就是说了，我刚才给大家画的就知道，你可以利用区间套慢慢降低周期，从大周期找方向，然后慢慢降低周期到次级别，甚至是到次级别。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精确的定义到那个买卖点的位置。那么你很有可能可以买在最终的拐点那里。你如果说买不到最终拐点，起码也能够买在拐点的那个附近，对吧？你买了就涨，卖了就跌，那不是最美的事儿了吗？任何走势都可以在这些级别构成的分解中唯一表达，
但一般来说，对于一般的操作，没有必要所有分解都搞到年、季、月这么大的级别，因为这些级别一般几年都不变一下，对吧？很多那个图形，你去看大级别的，因为它的周期是太长了，对于我们小散户来说，它这个级别太大，没有操作意义。所以一般来说，1、5、30分钟3个级别的分解就足以应付所有走势。当然，对于大点的资金，可以考虑加上日线级，日级别的。而级别的存在，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任何高级别的改变都必须先从低级别开始，对吧？你必须要从小周期开始。例如，绝不可能出现5分钟从下跌转折为上涨，而1分钟还在下跌段中。有了这样一个良好的结构，那么关于走势操作的完全分类就成为可能。禅师经常举例子的时候，他用的是1、5、30，因为在 A 股里面的话，它这个交易时间比较短，不像美股这么长，它是只有4个小时，对吧？美股的话是6.5个小时，它是比那个A 股长的。所以我在我的那个分析里面，我用的是15、60日线。这样的话，我不需要关注太小周期的。那么太小周期的变化，有的时候忙不过来的话是看不过来的，那么就把它过滤掉。所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操作习惯来定你的交易周期。那么最少要有3个周期，那么是3层滤网。我们用的是3层滤网，这是一个立体的一个交易系统。所以说，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什么样的周期分析一定是你适合自己的。你时间多的话，就可以相对的周期级别小一点。你如果时间不够多，没有那么多时间看盘，那你就可以周期大一点，对吧？这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由于走势必完美，所以走势就是可以完全分类的，而所有的分类都有明确的界限，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完全分类有效的原因，就是我们能有明确的界限，从一个走势变成另外一个走势，它是有明确界限的。只要触摸了那个界限，或者说那个界限开始了，开始生长了，我就知道，哎，这可能要那个走势类型要变了，可以从下跌变成上涨了。那么你一旦找到了那个界限，你岂不是就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了？因为那个界限就是那个拐点呢。任何的走势都可以成为可控的，这种可控并不需要任何人的预测或干预，而是当下直接的显现。你只需要根据当下的显现，根据自己的操作原则就可以了。根据自己的操作原则操作就可以。注意，完全分类是级别的，是有明确点位界限的，而不是粗糙的上下屏的无聊概念。也就是说，本 ID 的理论完全是数量化的，因而就是，因此而就是精确化的。这个可能是这个 copy paste 的时候可能是有错别字或者说多余的字，里面不存在任何含糊的地方。所以明白了上面这些，这样就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而不至于迷失于理论。所以说缠论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云里雾罩的，你都不知道去抓哪些中心，哪些那个重点，确实是最开始的时候很容易迷失在这个理论中。但是如果说你能够明确的知道了它哪些东西是你需要关注的，哪些东西不需要关注，那你就不至于迷失了，对吧？那么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禅师的这一课原文的一些段落，还是建议大家自己通读一遍，那么比别人讲。可能理解的更多。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的这个周末漫谈的，先做一下，看一下下一周有什么重要的这些经济数据，因为刚刚过去的这周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对吧？那么大选呢也出结果了，然后美联储的又降息了，这些都已经尘埃落定了。那么因为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之后，可能会继续刺激经济，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导致这个通胀继续上涨。那么那个在这个美联储的利率会议上，他也说了，可能要更加关注这个通胀的一个事儿。所以说这个 CPI 数据相对来说就比较重要了，可能要看这个数据了。那么下周周三10月13号盘前的话又出 CPI 数据，那么这个数据的话我们需要再关注一下。那么周三的话波动相对来说比较大，然后周四的话又有 PPI 数据，然后还有这个原油数据，然后联储主席又有一个讲话，然后周五的话是这个零售数据，也叫恐怖数据，因为这个
零售大国嘛，就是所以说这个零售数据跟那些什么沃尔玛了、Target 他们相关度是比较高的。这就是下周数据比较多，3、4、5都有。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复盘的这些标的。先看指数，指数的话，本月又是一个大涨，已经涨了5.08%了，本月，那么非常牛。现在高点是6012.45，最高点6012.45，非常非常牛。那么在这个月线上，我们知道了，想要出任何的转折，你都要有顶底分型，对吧？顶分型、底分型，这里是出现过顶分型，但是可以被打掉了，变成中继的。任何的转折，你想转折的话，都要有顶分型。那么在月线上是没有顶分型的，那么就继续等喽。你要有那个仓位在配置到大周期上的话，那你就可以继续持有了。因为没有顶分型是没有顶的，那你就不需要害怕。但是因为我们散户的这个持仓量或者我们的资金并不大，所以说月线的话只是看一看大方向，现在有没有大方向要转折了，是不是要这个出现大的下跌了？我们需要看一下是不是需要减仓了，对吧？这就是我们看大周期的意义。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利用我们刚才说的区间套，从这个3491，这是构成了一个中枢，然后又离开。那么离开之后，一直是尝试够回撤，但是都没有成比呀，回踩都不够比，所以说只是次级别它是有中枢的，但是在本周期周线上是没有出现有效的回撤。那么出现回撤的话，还是一个3买，因为回不到这个中枢，还是3买。我们再看一下从4103这段，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4103这段内部，它的内部其实相对已经很饱满了，它可能马上随时可以结束。也就是说，这段小 B 段在我们的模型里面，这是小 B 段，随时可以结束。结束之后，那么就出现回撤，回撤的话回不来，还是3买。但是因为这个周期是周线上，所以说它要出现回撤的话，相对来说，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能避开还是能尽量避开这种大幅的回撤，对吧？所以说现在关注重点就是4103上来这段，看一下这段的内部结构，看一下次级别，4103上来一波波澜壮阔的那个上涨，非常非常牛。那么4103这是一个3笔构成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开始震，对吧？那么震之后尝试离开，被拉回来，没回到中枢里面来，一个3买，对吧？这是我们之前一直跟踪的。那么出现3买之后，继续往上生长，一个5浪上涨，这是一个5浪上涨。当时我们在这个位置一直提示，就是已经是日线的5浪了，这个位置不要往里猛冲了。不是说出现5浪之后就要马上大跌，而是说5浪之后它很容易形成中枢。那么它确实是形成了一个5浪之后回撤了一次，构成中枢，再次等待这个美国大选。那么美国大选之前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美国大选之前这是在10月5号，对吧？是投票当天出现了一个底分型，因为这个投票当天是没有出现结果的，但是可能是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吧先进入了，但是给到我们的其实在图形上是当天是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的。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的，所以说你不需要知道投票结果，这个位置你也可以尝试进一点呢，对吧？你不知道后面能不能够出现高点，甚至是你都不知道这个位置是不是只是一个中继的底分型，它完全可以向下的一个延续的，没有人知道。其实，即使在投票当天10月5号最终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或者说大部分的票数没有出来之前的话，没有人知道特朗普到底能不能够当选。但是在图形上，既然给你出来了一个底分型，然后前面这里是有结构的，然后这里是有一种情况，我们当时用完全分类的方法是分析过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这个12月2，就是10月5号当天，我们在做盘中分析的时候，这种完全分类已经分析出来了。这种是构成中枢了，然后又给了一个底分型，它完全是可以往上走离开的。这是第2个中枢，前面是第1个中枢，以这种方式结束整个的一笔上涨，这已经在我们的完全分类中分析过了。所以说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配置一点仓位。即使出现下跌的话，那么它还是会给你反弹的。所以说出现了底分型，那么这是上涨是其中的一种情况，你有没有配置？这是你在当下需要做的一个应对。但是呢，你不能说啊、我这个位置配置了，然后随后又下跌了，那你这个分析是错误的，只能说你的精确度不高。
而不能说我在当下做出应对是错误的。谁知道他这个位置就能上去呢？谁又能知道就特朗普100%的就能当选呢？对吧？没有人知道。就是任何一个位置进，你都可能被套；任何一个位置进，你都可能被套的。出现一个中继的这个位置，比如说打个比方，这里你这个位置进了，然后它这个位置给你底分型了，它也反弹了，但是它不够比，或者说中间有包含关系，它又下来了。谁能够100%的就说我这个位置进了，它一定要上涨呢？但是下来之后，对吧？这个位置它出现了一个反弹，不够比，但是直接延续到这里，又给你一次机会，它不是还是上去了吗？你只要大的这个走势判断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分批进嘛。这个位置进一点出现底分型，前面这里也出现过一次底分型，看这段还是挺有意思的。从这个高点下来5669下来，对吧？一次底分型，换一个这个一次底分型，两次底分型，三次底分型才止跌。所以说，第一个是成了这个一二都成了这个中继底分型，只有到第三次才成了一个固定的底分型。那你不能说我一二次尝试进就出现错误，对吧？这是一个我们拿指数做例子。如果说你要是个股的话，尤其你是不熟悉的个股的话，你就要带止损了。我这里需要说一句，如果说你做的票只是你想短期操作的，那这种情况你需要把你的止损放在这个底分型下面。比如说你以底分型进场了，那么你只需要把你的止损放在底分型下面就可以了。它如果说延续不够一笔，你发现再去用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你去跟踪它，发现这个非常弱，那么这个位置破了底分型你就要走，因为你是以底分型成立延伸出一笔进场做的交易。如果说底分型被打掉了，说明你的依据被破坏了。你的依据被破坏了，那你就要止损出局。这是你尤其对你判断不够准确的一些股票，基本面判断的不够好，选股选的不够好的时候，你需要这样做。但是如果说你对你的基本面分析，对这只股票长期走势、中长期走势非常有信心的话，那么你就分批进，分批进。这样的话，我一次、两次、三次，这样的话，整体下来这个平均的成本，那么只要是能涨上去，我就也能够盈利，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就是我说的区别，在你对你分析的股票基本面不够有信心的时候，你是需要止损的。一定记住了，在你分析不够基本面分析不够准确的时候，你是需要止损的。你如果不止损的话，如果说这是一个个股的话，我们看从这个位置，如果说你不止损，到下面6.83%呢，对于我们小散户6.83%，如果说你仓位比较重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的。所以你要不止损的话，那么这个如果说你再加上杠杆的话，你是承受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不做止损，然后就看着它下跌装死。其实是，尤其是你的仓位比较大，然后你又对这个基本面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搁在这个地板上。这个位置不卖，这个位置不减仓，或者说不去止损，然后最后这么快的下跌，你看它这个当时这3天下跌的时候是非常猛的，这3天下跌的时候非常猛烈，你是扛不住的。那很多人一跌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要跌到4700去了，他不可能觉得到了这个位置就能止跌，就是很容易搁在这个位置，它很容易搁在这个位置，而不是说能够拿上来。这就是你在你的仓位应对和你对你所操作的标的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你是拿不住的。为什么很多人买了赚一点就跑，拿不住，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从前面两个，我们就是3个维度选股：基本面、比价关系，最后才是技术分析。从技术图形找位置，对吧？前面2个一定要花功夫选择你对它中长期能够做的票。下跌我是敢买的，而不是说一跌，你就是想着要那个暴跌，那就不行了，对吧？所以说，一定要重视前2个维度。那么至于我们为什么天天在讲那个技术面，禅师刚才也说了，因为大的周期就是技术面它在尤其在小周期上，比如日线及日线以下的，它的变化快，变化多。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变化。我们之所以要利用这些变化，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资金量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变化避开这些回档。
这样的话，我们的资金利用率就更高了，可以在小周期里面利用这些变化，让我们的资金慢慢累积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技术分析的意义。那么像巴菲特那种，他们资金量非常大，像这种他们可能只能拿出来1%-2%的资金来做这些短差，他们就没有办法像我们小散户可以全仓进出，这种你都可以全仓进出。如果说你的技术分析非常到位的话，对吧？好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是两中枢上来了，从4103已经两中枢上来，这是一个趋势上。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而且这两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这个第二个中枢的最低点是在5696.51，第一个中枢的高点是在5669.67，没有接触，是一个趋势上。按照我们那个模型里面，我们知道了，现在已经是在第二个中枢了。至于第二个中枢从5669能涨多高，没人知道，这个没有人能够预测到的。所以说，它这个 C 段，按照模型里面是这样，这是第一个中枢，然后上来做第二个中枢，然后打这个 C 段。这个 C 段完全它这个内部，哎，我们又用到了区间套，它内部完全是可以再走出来两个小中枢，然后一个上涨，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整个的这个小 C 段，完全可以。C 段，哎，这是只是一个C 段离开，然后还有一个回撤呢，它还可以再次回撤，小周期里面，哎，再次回撤，然后在那个日线上，我用这个红的表达的是60分钟或者说30分钟，那么日线上表达只是回撤一笔，这个回撤的话没回到前面那个中枢里面来，还是3买，然后还可以打一个高点，然后出现一个盘整背驰，就从这个位置起涨点。起涨点，这是这3段出现了一个盘整背驰，这样的话才有可能结束成整个的从最低点上来这段的一个趋势上。如果说我们再画一种可能，如果说这个回拉的特别猛，在小周期上，这里是我们再用一个红颜色的画一下，这里是一个中枢，哎，它下跌特别猛，然后回到里面来第二个中枢，那么在日线上就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就是其实是再继续第二个中枢的中枢震荡，完全可以把第二个中枢震出9段来，中枢升级了。那么中枢一旦升级之后，那么前面的所有都变成进入段，这前面的所有都变成进入段，然后再以这个升级之后的中枢再继续往上涨，也是可以的，晓得吧？所以说啊，这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完全分类的方法，把它的临界点都分析出来了。那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好应对了，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在走 C 段，那么想看明白 C 段的话，我们就要看它的次级别，看一下这个5696，利用我们刚才利用模型画的，就是要看它的次级别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这就是从5696涨到6012，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只有一笔呀，从5696涨到这里只有一笔，走得非常强。就这里如果说出现回撤，我们可以借用前面的中枢。因为前面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的，那么这里如果说出现回撤了，不回到这个中枢是3买，那么根据前面这个是1买的话，它又是一个2买，所以说它是一个2+3的一个买点。那么你也可以利用黄金分割，从这个起涨点到现在这个6012这里，如果说这里是一个要固定的要回撤的位置，那么你看一下它能不能够到这个5891，如果说到了5891。能够支撑得住的话，那就是还是一个2-3买重合的位置。那么这个2-3买重合的位置我们要做，因为它这个2-3买重合之后，它完全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对吧？如果说不打高点的话，出现2-3买重合的话，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再打一个高点，也可以，因为它是在这个中枢之上的，只要是在这个中枢之上，都是一个强买点。那么如果说它回到了这个0.5的位置，就是5854的话，那意味着就是只是一个2买了，就不存在3买了，因为你回到中枢了嘛。前面是1买的话，这是2买，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做中枢之后再打高点。这是利用这个中枢的位置以及这个黄金分割的位置，我们就知道，如果说它这个位置回得非常深，跌到这个中枢下面，又到了这个0.618了，那就很可能直接就是走反向。可以直接走反向往下走，这就是利用这个中枢的位置，我们来结合 IMA 这个黄金分割来决定是买还是观望还是做空，对吧？这就是这个1小时周期上。好的，那么的话，我们针对这个指数已经利用完全分类，利用这个不测而测，给到了一些
之后走势出现的可能性，是该买呀，还是该卖，还是该那个观望？那么就是针对指数。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今天想分析的比较多，看一下这个 VIX，VIX 我们一直盯着，就是说，现在这个最低点是在这个14.46，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那么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那么在周五的最低点是14.66，还没有跌破这个位置。跌破之后就出现一个进入段跟离开段可以比较了。那么现在看的话，你看前面这个进入段的话，它这个面积特别大，但是现在的话，即使是完全涨，除非是出现一个快速下跌，对吧？出现一个快速下跌往下深的话，才能可能出现比前面这个面积比较大的事件。那么看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想出现这种情形，不知道啊，不知道能不能够出现这个，除非因为它往下快速下跌，说明要大涨，因为这是 VIX 跟那个股票那面是相反的，说它要快速往下走的话，说明股票那面要大涨。那么按照现在这种情形，还看不到这个股市能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利好能够让 VIX 快速下跌的。所以说，一旦它跌破了14.46，然后出现背驰的话，一比较出现背驰，那它会出现反弹往回走，那么股市这边就会出现下跌，这种情形可能是更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所以说跌破了14.46之后，我们就要相对的要警惕一点了，毕竟走势那边已经是两中枢上涨，然后又在走 C 段，对吧？一般 C 段都是上涨趋势里面的一个尾段了，只是利用这个 VIX 来观察。相互那个印证跟走势那面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最近这个比特币的因为这个特朗普上台也是受到了一波追捧。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看一下大周期是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月线上，月线上下面有一个大中枢，然后从6.9万跌到了1.5万，是出现了一个三买，对吧？这个是出现了一个三买。那么这个三买没回到这个中枢是三买，然后三买之后又上去又下来，这样的话就构成了第二个中枢了。现在月线上是有两个中枢了。那么出现这个回撤之后，又从4.9万开始反弹，要离开这个中枢，尝试离开这个中枢，而且还有出现了高点。这个7.7万是现在是历史最高。那么它现在这个反弹啊，或者说这个离开只有4根 K 线，也就是4个月。这4个月还不够比，但是呢，以这种方式，现在是两个中枢有高低点有接触，那么就是升级了。这其实是一个大中枢，现在就看着什么呢？现在就看这个离开之后能不能够快速打上去，或者说在这个第二个中枢上面再做出来两个小中枢来，再出现2次回撤，的话，这里如果出现2次回撤，因为这个中枢和这个中枢出现了升级。那么上面这里出现的2次回撤是三买，这里出现的2次回撤是三买，然后可以再往上走，再出现一个小中枢，以这种方式来结束从这个4.9万上涨。所以我们现在从4.9万期待的就是出现这种倾向，出现的这种情形，能不能够出现2个小中枢之后，然后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然后这波结束之后再看它是不是要在上面做出大中枢了，然后再结束整个。从最低点的一波上涨，就是说比特币上涨的趋势现在还没结束呢，上涨的趋势还没结束。至于能涨到10万还是100万，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一点点跟，对吧？这是这个其中一种情形。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波上涨可以到这里，它可以结束的，结束要走反向。那但是走反向一定是次级别要开始慢慢的要往要掉头了。我们能够观察出来，现在还没有看到那种迹象。我们要看一下现在4.9万上涨这波，就这4个月，在次级别里面在发生什么？周线上一比上，日线上，日线上有结构了。4.9万这里，这是我们在之前分析的时候是分析过比特币的。但是比特币有个特点，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操作比特币的话，就只买它的 ETF。对吧？你不要去买它的合约，虽然说合约可能更刺激，但是合约它比较难搞，它是带杠杆的，那么很容易爆仓的。尤其它周末又能够那个交易，你如果说看不过来的话，就很容易
吃亏。所以长期看好了就去买它的 ETF 就好了嘛，对吧？现在 ETF 也是非常方便。那么也周末也不能交易，但是这样能避免你去乱操作的。其实，那么在最后这段日线上，它的结构也非常清晰，下面构成了一个中枢，但是它这个进入段我们之前说过的，它只有3根 K 线。我们看一下裸 K， 这个进入段只有4根 K 线，那么不够比。但是我们说了，只有构成中枢，刚才我们分析走势必完美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只有构成中枢这些是必须要满足定义的。它这个可以是一个跳空缺口的，不需要满足，所以说有4根也无所谓，1根都可以的。你只要构成中枢这些是满足就可以。所以说这是说一下。那么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然后从73000回撤的这一笔也是够比的，73000跌到了66000。哎，刚好是一个3买，这也是在这个美国大选之前出现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现在它这个反弹，3买之后，这个反弹也够比了，从66000到77000，这个反弹也够比了。所以说啊，现在这个走势类型其实相对已经挺饱满了。我们看一下，从这个49000这里，这是进入段构成中枢，一个3买，然后再打一个高点。这个走势类型已经很饱满了，这个已经是一个盘整走势类型了，对吧？它随时可以结束的，随时可以结束。但是之后我们看它，如果说以77000这里，我们要以77000这里断开的话，那么怎么样？它之后的演变，我们推演一下。一种是踩回来，踩一脚，然后呢，这里构成第2个中枢，可以再做第2个中枢，这是第1个中枢。那么以这种方式完成一个趋势上，对吧？盘整走势类型不是说要结束之后它不能生长，它完全可以再生长出第2个中枢来，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整个的一种上涨，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可以出现一个跌破这个66000，然后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我们把这个中枢往这边拉了。如果说你发现了跌破了66000，然后直接砸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了，因为3买和3卖是用来判断是否要延续中枢震荡的。它跌破了这个位置，已经出现3买了，意味着这个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了，但是它又杀回来了，意味着走反向了，所以这里一个反弹完全可以继续往下走，以这种方式来完成周线上的一笔下跌，对吧？所以说我们的临界点其实就是看着这个66000这个位置，就是这个3买这个位置。如果说发现跌破了3买又不能够止跌的话，又往下走，又回到中枢了，那你就知道它要走反向了。任何的反弹你都要减仓，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是怎么走的。它完全是可以当然了，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以这种模式给你来一个趋势下，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的临界点界限就在这个66000这里，再就是这个中枢的这个上沿，对吧？就前面这个高点。这是针对这个比特币啊。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大概的略一下我平时跟大家跟踪的这些。这个 QQQ 又是继续上涨，因为这个大的科技股都在这个 QQQ 里面。那么针对它的结构，我们看一下它的周线上，从这个254这里上涨以来是有了2个中枢了，周线上是有第2个中枢，也是在走 C 段，那么 C 段不是说 C 段就马上要结束，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从423涨到514，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423 3段构成中枢，进入段离开段。现在目测的话，我们就知道离开段比这个进入段短，但是呢，这个离开段要结束你才能比较，对吧？不是说马上就要比较，它要结束的。怎么判断结束呢？次级别呀。但是我跟大家之前讲过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是不是有3根 K 线并排，就是在本级别日线上，如果说有超过3根 K 线并排的话，说明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是次级别，有的时候是次级别。如果说超过3根，比如说这里有4、5根、5、6根在这里并排，那肯定是次级别有了。如果说只是3根的话，很有可能只是次级别，也就是说可能是15分钟涨，或者说5分钟涨是有中枢的，但是在60分钟涨是没有中枢的。所以说这就是利用这种方法。那么这里只有一堆啊，这上面再往上走的话没有第2堆，说明它的内部不够饱满，也就是说它想要结束的话，这里需要再有一个至少3根的 K 线并排，才有可能结束这个从483这波上涨，就是它还没走完呢。这是针对这个 QQQ， 再看一眼这个 IWM， 也就是这个罗素2000，
它就是一个小盘股的一个ETF。那么针对这个罗素的话，就是也是我们之前分析是从这个161这里，从161这里之后，它这个走势非常复杂，这里是走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扩张的一个中枢，是升级了，对吧？我们现在目测的话也知道它是超过9段的。那么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是之前有朋友提说想分析这个，我们开始讲它。那么在这里是出现过2次回撤，哎，300，因为下面这个中枢是升级的，这里的2次回撤跟下面的一比较，它的级别是小的，这个是次级别，下面是这个升级之后的大中枢，所以是300。当时我们也分析过，利用这个完全分类不测而测，我们当时分析过这种情况，要打离开，然后在下面再做出第2个中枢来，以这种方式来结束整个从204的一个上涨。也就是说，204上涨现在没结束，这是其中一种情况。我们当时说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以228作为这个分节点，这是进入段，然后以这种方式构成中枢，然后打离开，出现这个如果说特朗普上台，或者说其他人上台之后出现一个变数的时候，它可以完全往下走的。但是市场最终的选择是往上走了。但是在当下这个位置，你不知道往上选还是往下选的时候，你只能是拿你的仓位来应对。这个位置你觉得更大可能往上走，那你就多配置一些，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往下走，那你就少配置一些。你不能说以这个结果来往回推。那你说往上走了，那你这个位置判断错误了。再次重复一下，任何一个位置进场都可能被套的，你不能说我这个拿结果来往回推，马后炮，对吧？你马后炮说，哎呀，你这个位置判断错了，这不上涨了吗？你这个位置判断是错误的，对吧？那你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你老说马后炮的话，那涨上来了，任何人都知道这个位置应该买，傻子都知道这个位置应该买，然后拿到现在来，对吧？那马后炮有啥意义呢？在当下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够做出你的判断来，能不能够做出你的仓位应对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说拿那个结果倒推。那么结果倒推谁都会，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仓位的一个应对，仓位的一个配置。那么现在就是说，它现在以这个204这个位置是第一个中枢，现在是走小 B 段，完全可以在这个位置，甚至再往上走，在上面再做出第一个中枢来，然后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这是它这个204。那么很多人说，一定要趋势才能结束整个的一波上涨吗？不是的呀，它也可以是，到这里结束了，然后一个快速下杀，然后在这里做出一个中枢往下走，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要有这段，前提是要能发现这段。这段的话，我们是有那个界限的。首先要拉回到中枢里面来，一个反弹，一个弱反，然后往下走，对吧？所以说，一旦回到中枢，我们就非常警惕了。我们任何一个变化都是有这个临界点的。刚才我们分析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教你炒股票那个原文的段落的时候就说了，有临界点的。一旦触摸了我们这个临界点，我们就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一旦一个弱反，这是一个二脉，我们就开始要走反向了。对不对？所以说它要出现那种一个盘整上就结束的这种情况可以，但是你要有新的变化，在没有新的变化的可能更大可能是在这里做中枢。这就是我们说不是一定要有不是每一个走势类型都一定要是趋势走势类型，也可以是盘整，没有人规定必须是一个趋势的。这个也一定要把这个一根筋的这个思维要那个抛掉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英伟达，英伟达最近因为它是这个大科技股里面唯一一个还没有出财报的，它比较晚，每次都比较晚。它是在11月20号盘后，周三盘后，也是市场现在抛掉美国大选之后，这是市场最迫切等待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财报了，对吧？那么这是11月20号，那么现在它的那个图形我们看一下，复习一下，从这个10.81。这个都是复权之后的一个图形了，10.81之后，这里只有一个中枢，我们看的周期是周线上，但是呢，这个中枢是一个递归出来之后的中枢。什么叫递归出来的中枢呢？因为它其中一段严格定义，我们看一下裸 K， 这段严格定义是不够比的啊，其中有4、5根都是有包含关系的，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它是不够比。但是在我的这个图形里面画的时候，我是把它当成一笔用了。但是也就是因为它的次级别是有超过3笔的一个构成的，所以说这里我是当成一笔用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中枢，这里是尝试离开，对吧？那么尝试离开，它完全是可以再被拉回来，也可以是
拉回来不进入中枢，还是三买，还可以继续往上走。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结束，可以继续往上生长，对吧？这就是三种情况。那么具体哪种情况呢？哎，降低周期，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从这个90.69，哎，进入构成中枢，离开回撤三买，又打一个高点，对吧？为什么禅师一直建议我们小散户做三买或者三卖呢？因为三买三卖，您如果抓得准的话，那么他买了就涨，三卖了就跌，或者你做空它就跌。所以说他觉得那个小散户没必要参与震荡。他之所以给我们说要我们多做三买三卖的原因是震荡费时间耗时，没有三买三卖这个来钱快。如果说你每次都是全仓的去做三买三卖的话，那你的资金累积是特别特别快的。但是你在你判断不准确的时候啊，你很容易买了三买之后它继续跌，你很容易买在半山腰。如果说它走反向的话，那很可能你买在非常高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在我个人的这个操作经验中，这么多十几年下来之后，我是不愿意做三买三卖的。我或者说我是只愿意用非常小的仓位参与三买或三卖，因为你一旦判断不准确的话，它就会套在这个上面。那么我更愿意做的是二买，因为二买的话，前面是有一个一买给你做参照物的，你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即使买错了的话，它跌破这个位置也很容易出现背驰。所以我是愿意做二买或者二卖的，而不愿意去或者说很小的仓位去应对这个三买。这是从我个人的这个操作经验上。那么其他人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判断非常准确的话，你当然可以去多做三买或者三卖了，对吧？因为它买了就涨，卖了就跌，那肯定是像你这种在做中震荡多浪费时间呢，而且非常的这个纠结。哎呦，买了也不涨，又回来了。但是呢，有中震荡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做短差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利用这些中震荡，把你的这个持仓成本降到非常低。你只有持仓成本够低的时候，你才不需要去每天看这些。我的成本，比如说打个比方，我是在90，那么你都在100多在这震，我都不需要关注你，对吧？你即使一天跌10%，我还是赚钱的。你只要成本够低，是赚钱的一种状态下，那么你持仓的时候，这个心态就非常好，这样呢就能保证你能够达到一个长期持有的一个目的。这就是现在这个英伟达出现了这个之后，那么看。因为现在这个马上要出财报了，那么出财报之前看能不能继续往上走一走，拉得远一点。你只有拉得远一点的话，才能够不被持啊。就是从115这里，现在已经有3段了，你只有够远才能不被持。我们现在就可以比较一下，从115这3段，什么位置能够不被持？只有走到161.39之上才能不被持呢。你即使到了161这个位置，都是一个等比例，它完全可以再回来。碰一下144，然后这里构成中枢，这里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或者说是直接回来，碰到这个位置可以继续往下走，然后走反向，对吧？所以说只有到161之上才能够不被持的，那么这个力度就比较强了。那么如果说力度不够强的话，是上不去的。现在这个下面已经有3根 K 线，上面还没有，还可以再往上走一走，对吧？只要不到161之上的话，都是可以出现背驰往下走的。往下走，我们要关注能不能够碰到这个小高点144，碰不到的话，还可以继续往上走，就是一个12345。现在这个第3段还没结束，现在第3段还不能说它结束。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再看这个最近最猛或者说最火的一个这个当红炸子鸡呀、特斯拉。因为马斯克是深度介入了这次美国大选，那么大家出现对他的一个追捧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我们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图形，复习一下。之前应该在上一次的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会员专享的已经分析过特斯拉，我做过一个纠正，就是在大周期上，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季度周期，现在季度上下面是有一个中枢的，然后这一次回撤呀，其实是一个季度的一个大三买，季度周期的一个大三买。那我们之前在分析月线的时候，我当时说的是2个中枢的级别一致。这个是月线的中枢，下面有一个月线中枢，其实是不对的，它2个中枢级别不同，下面这个那个中枢是季度的那个中枢，这只是一个月线中枢，所以说这个2次回撤138这个位置是下面季度中枢的一个三买，所以说这就是有一个纠正。那么在月线上，现在就是这个中枢一个生长，
看看是要继续围绕这个中枢震荡，还是说能够打出去往上走。那么打出去的话，肯定是要突破414.5的这个位置的。那么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138这一笔，138上涨这一笔已经完成了，够笔了，又到了这个中枢上沿的位置。那么我们如果说以模糊交易的话，就是中枢上沿你就可以卖，中枢下沿你可以买，但是这只是一个模糊、不太精确的一个交易。那么要更精确的话，就要看它的内部是不是衰竭了，就需要降低周期了。看一下138这段，看一下次级别。在次级别上，138周线上，刚才我们看的是月线，现在是周线，那么它是3比123，比较一下力度。哎，等比例314，对吧？现在最高点在328呢，已经收在了321，所以说在314之上。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只有一笔嘛，所以说它可以结束，也可以回来，但是要看之后的一个走势能不能够有效的站上314。现在还不能说有效站上314，因为在缠论里面，有效站上某一个位置需要3次的一个尝试，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周线，也就是需要3周，我都站上314才能说这段不背驰，晓得吧？所以说现在314这个位置就是在周线上，我们知道它现在可以出现，但是如果说下周又跌到314之下了，甚至是再下一周到这个位置，那就说明它就出现背驰了，那完全可以再往下回来，碰一下271，这里构成一个周线中枢，然后再选择往上走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下周就关注314上下是能够继续维持在314这个点位之上，还是说要回来？那么只是利用周线。那么我们想看的更细一点呢，就看一下是往上的可能性更大，还是说往下的可能性更大？就是利用次级别看一下日线。好的，这就是次级别从182这个位置，从182涨到328，这是在周线上就是一笔，但是在日线上这就是有结构的，这是一个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再次回来构成一个300。这里面我需要说一下，就是这个从212这个上涨到这个273这个位置啊，是一个4笔。我们看一下裸 K， 这只有4根 K 线。虽然说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跳空缺口，但是禅师明确说过，跳空缺口是不能够当 K 线用的。之所以要满足5根的原因，是因为是时间，要的是时间，要的是满足时间够5根，而不是说要空间。所以说，这个位置我只是在当下情况，因为它之所以想当成一笔用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笔回撤，这笔回撤表达了市场要去回撤这个。要回来看一下，是不是要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所以说它是一个300，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这个回撤。那么在我当下这个画图的时候，我是把它这一笔当成一笔用。等到之后，如果说出现一个真正的一个回撤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把这一笔延伸到这里，可以重新画。也就是说，从212可以一笔到这里，然后出现一个300回撤，这还是一个300回不到这里，然后可以再打一个高点，对吧？这是之后出现新的走势之后可以这么画，但是在当下的话，我可以现在就是以这里当成一笔来，在我的图形里面当成一笔，因为它非常强的这种回撤嘛，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回撤，所以说可以当成300用。那么在这个图形上，从这个212 3段不背驰啊，这3段起码这3段还不背驰呢。目测也知道，你看它这个张嘴张的多大，这个快慢线的张口张的非常大，然后柱子的长度伸长也非常猛，所以说从这个300这个位置238.88这个位置上涨，现在非常强。然后利用我们刚才说的，需要有3根 K 线并排才能有中枢，没有啊。现在这5根 K 线，现在是1、2、3、4、5天的一个交易日，没有任何这个超过3根的 K 线并排，说明它的次级别非常强，非常强。所以说，再往上走，去到414，再去到一下这个高点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它这个小周期走的太强了，可以延续性特别好，它现在延续性特别好，对吧？所以说，如果有的话，在没有出现明确的顶分型的时候，都可以继续拿。所谓明确的顶分型，就是说它必须这样的话构成一个顶分型的时候，你才需要去做出减仓的一个动作。在
本周期非常强势往上走的时候，或者说它的次级别非常强势上涨的时候，你可以不动的，只有出现很明确的时候，你才需要管一管。所以说，这就是帮助你能够持得住股，帮助我们来能够拿得住。很多人一涨就拿不住，跌的时候反而能拿住，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再看一眼这个Palantir 的话也是我之前做过一段时间跟踪的一个非常牛的一个股票。它这个大周期，我们看一下月线上一个微转，对吧？我们当时跟踪的时候应该在这个30几的位置，它出现一个微转，它又是一个，因为它的基本面非常好，它是一个又跟这个 AI 相关的，又是跟军工相关的。大家也知道，这个现在都不太平，对吧？各种那个战争都在发生着。那么它又跟 AI 相关，又能跟军工相关，又是盘子不够大，盘子相对比较小，所以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从这个5.92这个位置，下面有一个中枢。它这个图最牛的就是当时我们说过多次的这个300回撤，27回拉到20.33。中枢的上沿20.24，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回来，那就是一个300。这个300呀，这就是绝对是机构控盘下的一个精确的一个位置。所以说，300可以非常靠近，只要不回来都是300。虽然说就差那么一点点，那还是300，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从156这个位置，其实在走这个离开呢。现在第二个中枢还没影呢。那么完全可以继续往上涨，在上面再次做出了一个中枢来，这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然后才可能结束整个的5.92这波上涨。所以说5.92还没结束，我们看一下从20.33这第3笔的一个次级别，20.33它的内部结构，现在看的是日线上，周线上只有一笔，下面有一个中枢，然后它又离开12345，对吧？周线上是一个123，看一下周线，123的内部带一个中枢，然后呢，它再走12345，哎，结构这就是走势同构了，它也在走离开，那个周线上也在走离开，所以说结构同构了。为什么这么强啊？都在走离开段都在走离开段这就是结构同构了。为什么帕兰提尔这段时间表达的那么强？它都在走单边，日线上在走单边，周线上在走单边，这就是为什么它都这么强的原因。所以说，想抓这种强势股票的话，你就是找那种下面带中枢的，然后走这个离开的这个离开段，如果说你能够拿住的话，那么利润是非常丰厚的。那么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现在已经是第5段了嘛，从21.23已经是5了，5但是特别强。5走的特别强，因为这个财报的刺激，对吧？5走的特别强。什么时候5结束？回撤不能够碰到38.19，还是第6笔回撤，还可以有7呢。所以说现在是看不到那个任何的回撤呢。那么如果有的话怎么办呢？继续持有啊，对吧？你要想做短差的话，那就等待还是一样，明确的顶分型之后再开始看看需不需要减一减，回来碰不到这里继续买回来，还可以往上走。所以说现在这个从21.23的这个离开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上走，因为在缠论里面我们有七浪衰竭和9浪衰竭这2个模型，现在只是第5笔，还可以有7或者9呢，这是针对这个帕兰提尔。最后再说一个就完事儿，看一下这个 ARM， 也就是这个呢是之所以老提它的原因，是因为它也受益于这一波的 AI， 对吧？那么因为它是一个英国公司，它其实软银是最大的一个持有方，它的最大的股东，但是软银的那个持股量特别大，造成它在市面上这个流动的那个票并不多，就是股票流动的并不多，所以说造成它的这个盘子相对应的变小了，那么它的波动相对是比较大的，但是它图形结构是非常好的，基本面又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跟踪它的原因。从这个周线上46进入段构成中枢，对吧？之前是顶到了正好顶到了这个中枢上沿然后出现了回撤，但是现在它的回撤不够比，只有4根 K 线，也是可以是96.66没结束，可以继续往上涨，对吧？这只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所以说我们需要看一下次级别是不是可以这样走。以这个96.66作为分隔点的话，
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再次拉回来，因为这个财报的原因，它又回来了，对吧？出现财报之后回来了，那么回来之后就看它这里能不能够打出去。打出去，如果说突破不了164的话，其实可以走一次反向，再次跌破哪个位置呢？我们看一下周线上那个价格，把这个给标出来。好，已经标出来了，这个137.29，就是这个位置。它可以是现在反弹还不够比，什么时候反弹够比之后还不能够突破164，可以再次下来。再次下来，你发现哎跌破了127.29，意味着什么？周线上回撤够比了。它完全以这种方式完成周线上的一笔回撤，然后可以继续往上走。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可以走周线上的离开了，对吧？但是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哎，快速上涨，突破这个164.16，那就意味着前面这个90.66上涨没结束。第一个中枢往上走，第二个中枢，然后继续往上走，两个中枢趋势结束也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说，就现在就是96.66上涨没办法判断结束。那么想要判断结束的话，就是这里要完成，这里要完成。如果是这样走，你就知道了，这里要断开了，它就可以结束了，对吧？所以说需要一段段跟的。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了，再见。